各位，为了响应侯爷克己复礼、治家严明的规矩，这一年的分利，我定了一套寸草接账的核算法子。青秋啊，你这钱赚的是不错，但是扣除你在府里吃细粮的脏米迷耗银5两，下雨打伞的油纸伞损耗钱3两。这也太苛刻了些。别急，规矩就是规矩。根据内院记录，你每天去书房走青石板路8次，扣除青石板踩踏钱2两，坐坏了偏院的木凳，扣除器具折旧银1两。还有最后一项，安神折福钱。你一个庶女成天乱跑，喘气粗鄙，惊扰了家宅的清闲和先祖的福气，这安神费自然要你出。扣除种种糜费，这是侯爷仁慈，给你抹零剩下的。青秋，上来领赏吧。本来想记在账上，但侯爷说，岁末总得见点真金白银。拿着吧，青秋，你母亲这账算得细，这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你要感念侯府给你一口饭吃。就是，这可是母亲在教你做人的规矩，还不快谢恩！多谢父亲，多谢母亲。石板踩踏，器具坠锈，惊扰折服，这一刻的规矩，女儿学到了。你知道就好。这包铜板的油纸钱我就不收你的了，回房慢慢拆，油纸破了可就花不出去了。母亲放心，青秋绝不会弄破的。这1文钱买来的规矩，女儿会10倍、100倍的记在心里。从明日起，女儿定将母亲的克己家法贯彻到底，绝不让侯府多花1文冤枉钱。各位慢用，青秋先回房闭门思过了。铁证如山，落笔无悔。母亲，您定的家法真好用。为了感谢您，第一个记起的就是您的好女儿沈婉如。都听好了，母亲立的新规矩，为了杜绝下人中饱私囊，各房领1罐新茶叶，必须交回1个旧茶罐，而且旧茶罐里必须干干净净，连1片茶叶沫都不能剩。大小姐，这也太苛刻了吧！闭嘴！谁敢逾矩，罚月钱500文，打10个手心。哟，三妹妹来啦！旧茶罐呢？前厅有客，申请领罐新茶。看到没？这罐子底还沾着茶叶沫呢，这叫完全倒空了吗？一点茶沫也是侯府的产业，驳回，不予发放。好，姐姐真是替母亲分忧，家法森严。侍郎大人，您里面请。咱们那个吏部举荐的折子，有劳您费心。青秋，快去库房把御赐的上好的大红炮拿出来，给大人泡上。父亲，根据大姐姐5分钟前下的死命令，没有大娘台的对牌，这大红袍领不出来啊！快点啊，愣着干什么？给侍郎大人上好茶。父亲，不是女儿不拿，大姐姐刚才说了，根据母亲的最新规矩，我的旧茶罐没做到半点不剩，库房落锁，按规矩绝不能开。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是人定的，你就不能变通一下？变通就是违规，逾矩便是破了家法。大姐姐说了，发现1次打10个手心。这顿打，父亲替我挨吗？你行了，本官赶时间，随便端碗水来。这是什么泔水？大人见谅，您将就着喝，沉淀一下就好。毕竟我们侯府主打克己复礼，物尽其用。我大元朝堂堂侯爵，连杯好茶都供不起。侯爷，看来御史台弹劾你贪墨亏空的折子是真的了。告辞。沈清秋，你存心的吧？你就不能为了侯府的颜面受那10下责打吗？那可是吏部的举荐信。父亲，适才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这瓷碗虽然旧，但根据内院标准还能用。您的投掷行为导致瓷碗碎裂，属于无故损毁侯府财物。你个孽障，还要找我赔钱！第10章第3条，损坏家当照价赔偿。这粗瓷碗原价50文，大姐姐记一下，从父亲下个月的笔目银子里扣除50文。另外，弄脏地砖的清洁费如果不扣的话，那就是姐姐长家不严徇私舞弊了。好得很，跟我论家规是吧？今天这个举荐黄了，为了弥补侯府的损失，今晚你给我去冰窖里凿冰，把府里过冬的冰块全给我凿碎运出来，干不完不许睡觉。都看紧他，父亲给他机会将功折罪，谁敢让他偷懒，就是母氏家法。大娘子传了话，三姑娘今晚做粗活，属于顶撞长辈的责罚。晚饭的规矩是停工，毕竟是你白天清走了侍郎大人。明明是茶叶的规矩，谁在多嘴？扣月例钱！快点扫！今晚我要看到300斤碎冰。沈清秋，完不成，你那1文钱的赏识我也给你收回。沈清秋，你干什么？亥时已到，父亲，女儿歇息了。我刚才说的话你是聋了吗？干不完谁也不许走。父亲，不是女儿不想干。根据内院家规第9章，无大娘子对牌，私自挑灯夜坐，不计苦劳。王嬷嬷，我今晚熬夜点灯的对牌，大娘子批了吗？刚才您好像说这是责罚，大娘子自然是不会批灯油钱的，对吧？这是侯爷特批的，家规里没写特批，而且大娘子在规矩里特别强调过，亥时之后自留做活，私耗侯府灯油蜡烛，按家规等同于偷窃主家财物。父亲，您是想逼着女儿当偷油贼吗？反了，你给我滚出侯府！好的，父亲。另外提醒您，根据大清朝刑统，您少才无故拘禁与苛待庶女的经过，我已在内院记事册上记了一笔。刚才周遭的下人皆是见证。若是今夜我在冰药里动出个好歹，这就是伤及人命的罪过。御史台的言官最喜欢弹劾这种宠妾灭妻、苛待庶出的戏码。各位，我不做偷油贼，也不想暴毙。明日见。那批价值3000两的走私盐野，你想办法让侯爷送不出城，本王有大用。母亲，上旬接待江南布政使家眷的茶点账目共20两，请母亲的对牌走宫中账房。走不了公账，理由？单子抬头少了个酒楼的掌柜红泥印，还有你没有提前3天递交宴席开销明细，属于先斩后奏。当时是休沐日，布政使家眷临时改的行程，父亲侯爷在堂前亲口特批过的。口头传话不算数，我们要看红头签批。再说了，20两，你们吃的是金箔吗？侯府现在艰难，这种铺张浪费的账，你自己掏腰包填吧。这是我想给生母姨娘买续命药的钱。怎么心疼啊？你要是跪下来求求我，承认你那些好名声都是撞大运，说不定我心情好，能给你从指缝里露个零头。母亲，希望您记住今日这句话，跪是不可能跪的。你疯了！撕了单子，你这辈子都别想拿回这钱。我不打算要了，就当是喂狗了。毕竟狗咬了我一口，我也不能咬回去，对吧？你骂谁是狗？谁捡骂谁就是喽。20两银子买一个主母违规拒账、苛待庶女的铁证，这笔买卖太划算了。侯爷，这也太节俭了吧！上个冰盆很难吗？我都要热熟了。坏了，马上让人去地窖取那个青丘。父亲有什么吩咐？没看见赵掌柜热吗？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去取冰盆。父亲，不是女儿不去，母亲的规矩在那儿贴着呢。现在的天后
好像还没达标吧？我说达标就达标，快去！你拿着西洋玩意儿干什么2天后啊，我们要按规矩办事。报告父亲，寒暑鼻的红柱离大娘子画的赤线尚差1丝。差1丝？就差这么1毫厘的距离，你们是在这烤乳猪吗？母亲规定，差1丝1毫都不行，开启冰盆就是严重违纪，罚银500文，并全府通报。你就不能通融一下？我特批你用兵。口说无凭啊，父亲。上次我通融了1次，母亲扣了我全年的蛰伏钱。这次要是用了，万一您事后不认账，说我浪费侯府冰块资产怎么办？除非您现在派人去请母亲发个书面手令，或者您现在掏出500文，把这罚款先预付了。行了，几万两的货款，连个冰盆钱都付不起，我怕你们下个月就卷了铺盖跑路。赵掌柜，您听我解释，这生意没法谈，晦气。沈清秋，你是不是想死？你把贵客气走了。父亲，与其冲我发火，不如听听外面的动静。父亲，看来赵掌柜出门那一声牢骚影响力很大，外头的供货掌柜们听见风声，以为侯府是个空壳子，已经带着欠条来堵门了。沈清秋，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把赵掌柜气走，这就是你待客的规矩。我要把你赶出家门，理由就是严重败坏侯府门风。赶出去，还要送去家庙绞了头发当姑子。父亲，您要赶我走，得先问问赵掌柜同不同意我的规矩。看，赵掌柜夸我诚实守信，他讨厌的不是我，是连冰盆钱都出不起的诈骗式侯府。你是，吏部的折子写好了，马上送去衙门。这是2万两银子换来的肥差，必须赶在落锁前送到。张浩然呢？那个借住在府里的表少爷张浩然死哪儿去了？让他带着折子立刻出发，这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快！贝马，这折子10万火急，还有半个时辰，衙门就要落锁了。哎呀，我的对牌还在大娘子那儿压着核准呢。喂，那个谁，把你的对牌借我用一下，快点！不行哦。什么不行？我是去给侯府挣2万两的肥差，耽误了你担待得起吗？母亲上周刚发的话，车马对牌，1人1牌，专牌专用。内院安全条例第4则，女眷对牌严禁外界，违者记过1次，罚银10两。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个？沈婉如表妹，来了！表哥咋了？借你对牌用一下。我的牌子昨晚借给母亲去赴宴，她带去城外道观，被老太君扣在道观里闭门祈福了。给我！表哥，母亲昨天刚查了账，隔壁小厮帮厨娘借牌子领了1筐炭，被罚了5两。我那1文钱赏赐还不够罚的，不敢顶风作案。吵什么？还不快去送折子！姑父，他不借对牌，马车用不了。沈清秋，都火烧眉毛了，借给他，出了事我担着。父亲，您确定严禁外借是红线？如果您非要我借，请您现在立个字据，画个押，承诺帮我交那10两罚款，并且如果因此被母亲责罚，侯府赔偿我10倍嫁妆。你或者您亲自骑快马去城外道观，请母亲批个手令。变通就不会变通吗？张浩然，你去坊市街上租1辆马车。怎么只能租这种病车？这是去送死吗？哎呀，忘了告诉你，为了节省雇车的脚力钱，母亲把非长辈的出行规格限制在了最廉价的1档。什么？母亲在堂前训话时说过，晚辈出门无急事，何须快马？
除非是想卷了家里的银票私逃，这可是为了侯府的库房安全着想。我跑着去。3里外的衙门，祝你好运。怎么样，送到了吗？2万两的肥差拿下来没有？姑父，路上庙会堵死，我跑过去的。到了衙门晚了半炷香。晚了半炷香？人家衙门封笔落锁了，没让我进。沈清秋，都是因为你不肯借对牌，这笔天大的损失你要负责，我要动家法打死你！动家法？父亲，这是表哥亲笔画打的内院对牌互不相借承诺书，白纸黑字写着因越举面用权限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所借人承担。我要是借了，导致出了岔子，那才叫对侯府不负责任。现在我严格遵守了家规，护住了门第规矩。您要怪，就怪母亲这套滴水不漏的家法吧。侯爷，黑市的李掌柜传话，愿意收咱们府里库房积压的那批废铁器和陈粮。虽然压了价，但能先给2000两定金，正好够堵住外面那些催召商贾的嘴。太好了，父亲，我这就去拿对牌出货。李掌柜说了，今日申时前必须见到盖了老侯府当家私印的契书，否则就把银子借给别家。快去拿印！父亲，母亲的掌管私印在内堂那个紫檀木大铁箱里。去道观把大娘子找回来，让她把钥匙拿出来。父亲，您忘了吗？母亲去城外道观是闭关祈福，老太君下了死令，3日内任何人不得惊扰，连只信鸽都飞不进去。什么狗屁祈福？他是想害死整个侯府吗？父亲，母亲上周刚立的内院规矩，私印必须入箱，钥匙由他贴身保管，严禁他人触碰，违者视为忤逆犯上，图谋家产。去他娘的图谋！家都要被搬空了，还管这个？砸！给我砸开！出了事我担着。好嘞，父亲您让开。批不得。沈秋秋，你又要背哪条家法？不是家法，是大朝朝的刑统。母亲是这紫檀箱的主人，里面装的极有可能是她的嫁妆。父亲若在没有他手令的情况下强行破拆，这在律法上涉嫌侵吞主母嫁妆罪与强盗毁器罪，轻则流放，重则削决。我是侯府的天，我拿自己家的银子算什么强盗？以前不算，但现在母亲和您的关系……父亲，万一母亲回来反咬一口，说箱子里少了她压箱底的御赐金钗，或者是您私自偷了她的提己钱，那满院子的下人可都是证人。您确定母亲不会借题杀花吗？那你说怎么办？这笔银子拿不到，侯府就要被上古8层皮。简单，写个免责文书。文书上写明，本次破拆紫檀木箱系侯爷个人所为，与沈青青及旁人无关，一切触犯大例律法及损毁嫁妆之赔偿，皆由侯爷一力承担。您签了字，画了押，女儿立刻帮您砸，哪怕母亲去顺天府告状，也抓不到女儿头上。侯爷，黑市李掌柜派人传话，申时已过，银子借给别家了，让您别惦记了。不，看来咱们侯府守规矩的代价确实有些大呀。母亲，您回来了。既然您下令严空侯府家底，这些积压的零碎开销单，请您逐一按上私印。怎么这般多？都是按您的规矩来的。厨房申请买1盒引火的洋火，2文钱，请盖印。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也要我盖？您走前说过，哪怕是1文钱的花销，也需主母对牌印信。若不盖，府里连灶台都升不起来。赶紧的，下一张。买半斤粗盐15文，请盖印。给后院喂鸡的敷仓30文，请盖印。糊窗户纸的半碗浆糊5元钱，
请开印。盖完都给我滚！还有多少？不多了。这张是大姐姐申请买红头绳的20文。这张是申请支付给城南马记当铺的5000两白银，备注填补私房印子钱之亏空。马记怎么听着耳熟？就是您娘家弟弟哦，不是母亲您之前说过的那个靠谱亲戚的铺子，说是为了冲抵之前府里中柜的缺口。哦，对，那个，行，盖了。好的，这张买1块枣豆12文。沈清秋，临县有个远房族叔闹着要向宗族告发我赖账，你去处理一下。记住，侯府现在中贵艰难，一切从简。按照大娘子立的出行降本规矩，甘府里的杂事只能坐最下等的车马。最下等，对，最便宜的，绝不能多花1文钱的溢价，否则府里不给报账，还得从你过冬的炭火钱里扣。没问题，父亲。女儿一定帮侯府守住规矩，省下这笔钱。去吧，我看你这千金小姐怎么受不了那罪，最好受不了自己去绞了头发当姑子，那我就省了一大笔陪嫁的银子。姑娘，这玉梅的老牛车颠簸的要死人呐！你穿得干干净净的，自己添点银子坐马车算了。那不行，贴钱是小事，坏了侯府的规矩是大事。我父亲特意强调了，最下等，最便宜，2两银子减掉20文，这中间差着1980文呢。为了帮侯府省这笔巨款，我愿意牺牲我的清静，订一辆运梅老牛车。父亲，希望这个办事的脚程您能满意。为严格贯彻父亲最便宜车马之严令，帮侯府节省1980文巨款，女儿选择运梅老牛车。虽耗时2日1夜，饱受颠簸挥魁之苦，但为侯府省钱，女儿九死不悔。哎呦，三姑娘这心绝了！为了省1两多银子，堂堂侯门千金去坐梅渣车，这也太丢人了吧！沈清秋，你去哪儿了？族叔已经把状纸递到宗族祠堂了，说你放鸽子不敬长辈，我要被族长动家法了。父亲，冤枉啊！老牛车半路坏了车轱辘，还要倒换骡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你就不能坐2两银子的马车吗？父亲，马车要2两银子呢。为了省那1980文，时辰总是要牺牲一下的。母亲不是常说勤俭持家高于一切吗？这叫严守规矩。哦，对了，父亲，因为晚点儿，我没赶上回城的车队，今晚的住宿钱按照母亲立的规矩，庶女在外住宿上限是30文。我问了一圈，30文只能住男女混杂3教9流俱全的下等大通铺。我一个未出阁的侯门千金，父亲您看，我是住还是不住？随你的便，别死在外面就行。父亲、母亲，昨夜青丘在车马店与贩夫走挤了一宿，虽无水沐浴，山声如雷，但比起8000银子与800文的客栈预算，我又为侯府节省了740文，申请报账60文。这也太拼了吧，连清白名声都不要了。哼，哗众取宠，为了几百文钱连侯府的脸面都丢尽了，这种孽障就该乱棍打死。简直是奇耻大辱！现在京中权贵都在传，说我们侯府的千金出差只能睡下等澡堂子，侯爷的脸都被他丢尽了。那能怎么办？赶他走！他现在手里全是我们在堂前画押的字据，你要是敢动他，他反手就去顺天府击鼓鸣冤，还要到御史台告我。那就给他安一个不得不打死的罪名。姑母，
您的意思是，若只是顶撞长辈，最多关禁闭；但如果是私通外男，出卖侯府机密，那就是辱没门 C 的大罪。不仅能立刻沉堂或者净身出户，连嫁妆都不用赔，还能让他赔偿侯府名誉损失。怎么操作？沈清秋偏院书房的那个锁头，还是以前那个一拨就开的旧铜锁吧？明白了。只要用他书房的信签，模仿他的笔记，给外头的对头写点大逆不道的东西，神仙也救不了他。今晚不，就今天午歇的时候。哎呀，日头太毒，去讨碗酸梅汤喝。我也去洗把脸。果然狗改不了吃屎，连门都不探下。表哥，你还真是配合啊！诸位叔伯放心，虽然最近有些风波，但我们侯府与江南盐商的联姻关系非常稳固，只要那边的聘礼一到，死胖子，你那点回扣本姑娘早看腻了，下次再不加银子，就把你和大娘子放印子钱那些破事儿抖到顺天府去。这屏风后头是青丘丫头的书房，他在干什么？他在勒索江南的盐商。沈清秋疯了吗？各位叔伯，别急着动怒，这信可不是我写的，大家看清楚，屏风上那拿笔的身段，还有那捏着嗓子念信的声音，像是我吗？这不是住在府里的表少爷张浩然吗？他在干什么？这是伪造书信流放的重罪。张浩然，表哥，落印慢些，宗族的叔公们都在这屏风外头看着您的锦绣文章呢。你个畜生！你想害死整个侯府吗？是他，是沈清秋指使我的。我是为了帮侯府测试门第的防备。测试防备？表哥，还要我教你吗？家规第1条，严禁私入女眷闺房，严禁盗用印信、伪造文书。刚才我已命人去顺天府报案，理由是外男擅闯深闺，并企图伪造文书，勒索皇商，人证物证俱在。刚才诸位族老都亲眼看见了。姑母，救我！是你让我干的！你说这样把沈清秋赶出去？你胡说什么？你自己心术不正，想栽赃妹妹，别扯上我！官爷，快把这白眼狼带走！大娘子，你过河拆桥，你不得好死！侯爷，我真的不知道他胆子这么大。行了，别哭了，现在最要紧的是银子。江南盐商那边的联姻估计要黄，这事儿传出去名声臭。侯爷，顺天府通报，京畿有特大暴雨，城外官道恐怕要阻断了。周大人，那位刚正不阿、能决定我爵位承袭的巡按御史周大人，他今日回京，必然会被暴雨阻在城外30里的长亭驿站，最多停留1个时辰。您的意思是？这是最后的机会，只要能在驿站截住他，把我们准备好的那份万民请愿书让他签收，侯府的爵位就保住了。沈清秋，别看了，立刻去城外长亭驿站，不管用什么法子，必须见到周大人，见不到你就别回来了。快去啊！愣着干什么？周大人的车马再有1个时辰就起行了。父亲，城外泥泞难行，普通马车根本过不去。女儿问了城里的车马行，只有800里江级的碧水快马能跑一趟，要价50两纹银。我不管多少银子，
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去。那是您的口头特批，为了避免事后家法伺候，女儿要走规矩。去内院禀报大娘子，天降暴雨事发突然，去驿站申请批复50两快马银子，请拿对牌来。三姑娘，大娘子发话了，说府里艰难，严控糜费，让您遵照规矩，想别的法子，雇城头李老汉的并骡车去。收到。天地神明作证，是大娘子让我给侯府省钱的。三姑娘，前头泥石堵了路，骡子走不动了，这起码得等雨停了才能通啊！跑回侯府，把这个交给大娘子和侯爷，就说正在执行最省钱的出行家规。目前坐标城外10里泥坑，前方堵死，预计到达驿站时间，周大人离开后半个时辰。督府，这就是你说的严控糜费，你要害死老子了！我是京城长兴侯府的代表，我要见周大人。不好意思，姑娘，周大人已经下楼登车了。能不能通融一下？只要办盏茶，看一眼文书，只要办盏茶。这是朝廷规矩，大人的车队已经拔营了。很好，走远了。背景是价值2万两银子和侯爵之位的遗憾。这幅绝笔画应该很贵。报！差事办砸了，缘由车马预算不足，老骡车陷入泥坑，导致未能及时到达。本次行程花费，下等骡车20元钱。相比800里加急快马的50两纹银，为侯府节约49两又980文。不用谢，这是女儿亲手加规应该做的。49两，他是故意的。去你娘的，克自节约！2万两的肥差和侯爵没了，就为了省这50两银子。毒妇，这就是你立的好规矩。侯爷，你疯了！是你同意严控内院花销的，当初扣他1文钱折服费的时候，你也笑得很开心啊。那时候侯府还没塌，现在银库空了，靠山没了，全完了。既然完了，那谁都别想好过。沈清初全是这个孽障搞的鬼，从一开始他就在算计我们。对，动家法，立刻把他逐出族谱，把他的嫁妆、生母的提子钱全部扣下充公。不仅要逐出家门，还要让他赔偿。那2万两银子的损失，我要算在他头上，把他卖去下等窑子抵债。通知护院家丁，等沈清秋一回来，直接把他绑到宗族祠堂，我要让他知道整顿父权主母的下场是什么。华严，理由忤逆不孝，严重失职，给侯府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失。沈清秋没拿你去见官，让你赔那2万两，已经是侯爷仁慈了。识相的赶紧滚，别逼我们给顺天府递条子，让你在京城寸步难行。严重失职。父亲，我去驿站的路线车马完全符合大娘子审批的手令，我是严格执行家规的模范庶女。您现在把我扫地出门，这叫无故苛待虐杀子嗣，有违大超朝律法。我管你违不违律法，这侯府姓沈，我说你越矩就是越矩。好，既然父亲要算账，那女儿也算算，无故苛待的汤药费赔偿，
加上这1年来你们克扣的我生母的月例，除夕夜的3倍赏银，以及那笔荒谬的呼吸蛰伏钱退还，一共是18430两白银。父亲，您是给现银还是给银票？18000两！你做梦！你去告！我看哪个青天大老爷敢管侯府的家务事儿，我有的是送棍陪你好。没了证据状纸，我看你怎么告！滚！现在就给我净身滚出去！父亲，您是不是忘了，我平日里最喜欢钻研大力行统。撕吧，撕得开心点，这只是我手抄的副本。原件我已经在回府的路上托城东的龙门镖局加急送往御史台和大理寺了，现在应该已经在言官大人们的案头上了。哦，对了，刚才进府的时候，我顺手在前院的城垛上挂了个小玩意儿。倒计时3、2、1。什么东西？天上怎么下旨了？停下！都不许捡，不许看！原来主家无故罚跪扣钱，按律法是可以上告索赔的。那个连打碎个破碗都要杖责赔偿的规矩，也是站不住脚的。谁敢拿着那纸去衙门，就是欠了死期的逃奴，下场跟他一样，直接打死！父亲，不用拿死期威胁大家，大家都是卖力气求生的，不是来送命的。母亲，记得把分户立户的文书送到府衙，字眼写清楚点，别写大逆不道，要写因侯府无力供养子嗣而被迫分家，否则我这18000两还得加点惊吓补偿。三姑娘，保重。好戏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家号称钟鸣鼎食的百年侯府，他们的克己复礼是从控制下人的票光开始的。这是京城哪家落魄侯府？这当家主母是掉进钱眼里的变态吧？这战士的功法真绝了，凤姿拉满。什么？江南盐商要退婚？为什么？聘礼都过了一半了。你自己去听听坊间的话本，呼吸折寿钱，史上最贵运煤车，奇葩侯府大赏，老夫的脸都被你们侯门丢尽了。退婚，立刻退还聘礼。侯爷，那坊间的话本又出新回目了。完了，这下满京城都知道了。报官，快去顺天府告他回访主家，封了那家茶楼。侯爷，不好了！府门外府门来了一大队官差，有大理寺的，还有户部清理司的查账御史。本官乃户部清理司，接到实名状纸，长兴侯府涉嫌多起私扣月例、苛待人命及偷逃税契，请侯爷配合彻查。关于侯府私放印子钱高利贷的重罪，大理寺也接到了联名血书举报。误会！诸位大人，这都是误会，这是被逐出家门的孽障恶意报复。我们侯府最讲究克己复礼，家法严明了。对，账册都在整理，不太方便查阅。方不方便，不是大娘子说了算的。让开！我们要查封所有账册和印信凭证。听闻大理寺的官爷已经到了，父亲，这第一份大礼，您还满意吗？侯爷，完了，全完了！京城里的风言风语压不住了，全是冲我们脊梁骨的。江南盐商刚才派人送了绝交书，正式退婚，还要拿着当初的字据追究我们骗婚的赔偿。都是沈清秋这个孽障，他这是要置侯府于死地。他把侯府内宅的规矩写成画本，满大街传，这是有违人伦，毁谤宗族。我们可以去顺天府告他，让他下大狱。对，告他，吓唬住他，让他把画本的雕版毁了，跪到祠堂认错。只要他认错，这风波就能平息，我们还能翻身。沈清秋，
你这是大逆不道！宗族的休书和顺天府的状纸马上就到。识相的赶紧把雕版毁了，跪下磕头，否则我让你把牢底坐穿。毁谤宗族，原来克扣下人去毛泽的铜钱也算宗族机密啊。凡私放印子钱者，杖100，徒3年。母亲，别急着去顺天府告状，您还是先忧心一下，怎么跟户部的大人们解释，为什么侯府连草纸都要下人自费，账面上却每个月都有一笔巨额的采购银，流向了您娘家弟弟开的那个空壳当铺马记钱庄吧？他怎么会知道？侯爷，沈清秋知道马记钱庄的事儿，那是我们放印子钱洗白印子的暗道，要是被大理寺查实，是要削绝流放的。那是你娘家弟弟开的当铺，跟我有什么相干？侯爷，那银子是你让我转出去的，你说那是为了填补你给吏部送礼的亏余。闭嘴！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库房封了，但户部还没查到那几笔暗账的明细，我们还有时间。陈金义，赶紧做一套平账的假底单，把那些转码给马记钱庄的印子钱做成合法的大娘子嫁妆添置或者布匹采买。只要账面买平了，大理寺就拿我们没战。这需要原始的审批条子啊！之前转账的单子都是我随便按印的，怎么评？你是当家主母，你想办法。只要你能把这账做平，成交那个300亩的庄子，我就过户给你，否则大家一起死。必须找到之前的开销条子，只要有我的私章条子，就能证明是正常花销。母亲，厨房买洋火2文钱，特批急用款马记钱庄5000两。全有我的印信。母亲，这是这月的开销条子，请您用印。都给我滚！沈清秋，你早就给我挖好了这吃人的坑，这哪里是开销单，这是我的认罪画押。大娘子，账保平了没有？天亮之前必须搞定。你想让我一个人背着流放的黑锅，做梦！侯爷，这放印子钱的5000两，当初可是您亲口吩咐我转去马记钱庄的，您现在是不想认账了吗？送到城南沈氏宗族太爷府上，还有一份送去大理寺。这一单不讲克己省钱，要800里加急。孽障！沈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拿宗族的保命钱去青楼赌坊挥霍。大家不要听信外头的谗言，侯府的家底厚实得很。昨日我已经搭上了亲王府的线，那个造谣的孽障写的话本，马上就会被顺天府查禁。可是府里已经拖欠了3个月的月钱了，在这个紧要关头，谁提银子就是对主家不忠。只要大家陪我熬过这一阵，下个月全府上下的月例翻倍。什么人？懂不懂侯府的规矩？侯爷，大话讲得挺响亮啊，不过剩下的狡辩，留着去大理寺的刑房里讲吧。这从何说起？本侯是清白之家。长兴侯、大娘子，你们涉嫌侵吞宗祠公款，私放高利贷，逼死人命，锁上，带走。官爷，我是冤枉的，我只是个管内宅的妇人，那些印子钱都是侯爷逼我放的，
钱都被他拿去贿赂上官和挂案旗了，我是被逼的。放肆！你这毒妇！账是你做的，印是你盖的，那个钱庄也是你亲弟弟开的，你想把脏水泼给本侯？我有人证，昨夜我留了人证。王嬷嬷，你快出来给官爷作证！人证？你以为空口白牙能定本侯的罪？昨夜我在门外，可半句没提钱庄的事儿。回大人的话，昨夜老奴躲在屏风后，只听见侯爷喊天亮前必须把账买平，绝没听到侯爷提什么马季钱庄。凡事要讲真凭实据。夫人，这可是大理寺。父亲说的极是，凡事都要讲真凭实据。沈清秋，大理寺办案需要铁证，女儿身为沈家骨血，自然要来帮父亲一把。母亲，您刚才是不是指望王嬷嬷那句无头无尾的话能证明父亲知情？可惜，这点证词定不了他的死罪。官爷，这是侯府过去1年所有的花销底单。大娘子混在买柴买盐的单子里按下私印的几十份印子钱特批款都在这里。至于侯爷，父亲，您是不是忘了，女儿也曾被您逼着在书房伺候笔墨，您暗中指使马季钱庄特事特办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密信，每次烧毁前，女儿都会凭记忆一字不差的默写留底，这也是您教我的克己复礼，绝不遗漏。你在书房监视我，这叫留档存照。多谢母亲和父亲对我这庶女定下的严苛家规，若没有你们非要事事走明细留字据的规矩，大理寺还真定不了这等铁案。沈家败类，你是索命的恶鬼，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是您教女儿的，守规矩方能成方圆。沈姑娘，这招请君入瓮，借大理寺的刀杀人，用的甚是精妙。王爷谬赞，臣女不过是熟读了大历刑统，让不懂规矩的人付出点懂规矩的代价罢了。若无王爷在朝堂上压下侯府的求情折子，这案子也办不了这么快。上车吧，去看看你那位高高坐在上的大娘子。大理寺的女监阴气重。姑娘，前面就是重犯牢房了。昨日判决刚下来，长清侯萧决流放宁湖塔，大娘子因私放印子旗逼死人命，判了秋后发配教坊司为奴。按照律例，女犯流放前是不是受了刑？回姑娘的话，大理寺卿亲自批的条子，大娘子拒不画押，已经按律行了亲刑。很好，规矩面前众生平等，把门打开。沈清秋，你个贱人，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母亲慎言，我可是大理寺准许来探监的亲眷，我来是跟您算最后一笔账的。侯府被抄家，您的嫁妆也被充公了。不过您放心，女儿帮您核算的清清楚楚，没让朝廷多拿您1分钱，也没让您少背1分钱的债。根据抄家名录，您名下的铺面、庄子共折合白银6万两，但您放印子钱的亏空，加上这几年贪墨宗族的公款，一共是8万两。那是侯爷花的，不是我一个人花的。那不重要，按照您当初立下的规矩，家规如山，谁按印谁负责。所有的单据上，只有您一个人的红泥私印，这笔死账，您生生世世都得背着。我不服！凭什么？我掌管侯府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凭什么你几张破纸就能定我的死罪？凭什么？就凭您自作聪明，把规矩当成了欺凌弱小的刀。现在这把刀只不过是反噬了而已。母亲，女儿今日来，其实主要是为了物归原主。这油纸我没拆，当初您在堂前说拆破了可就花不出去了。
拿走，把它拿走！那不行，这是您赏我的岁末分利，必须得物归原主。虽然这大半年京城物价腾贵，米贵钱贱，但这区区1文钱，在流放的路上买根粗劣的红头绳扎头发，应该还是够的。哦，不好意思，女儿忘了，您现在已经不需要扎头发了。沈清秋，你这个毒妇，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好啊，那您在黄泉路上走慢些，把规矩学好点再来找我，别到时候连做鬼的通关文德都拿不出来。这1文钱就当是我赏您的买路钱。债讨完了，算清了，1文钱的账连本带利。以后有什么打算？大理寺的刑统律例，本王正缺个修纂文书的帮手，报酬管够，绝不克扣你1文钱。好啊，只要王爷不怕我把大理寺的规矩也查个底朝天。本王求之不得。所谓的家规律法，从来都不是用来欺凌弱小的枷锁。真正的规矩，永远是为懂它、敬它的人准备的。